大家好，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Lolly 又来咯，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。现在大盘轮动的速度十分快，很多小伙伴都跟不上节奏而错过了机会。眨眼间几分钟前还在低位徘徊的货就已经涨上去了，当你买进去的时候又被回落套住了。大资金就这样在不同的板块之间轮动，大盘看上去是涨的，自己的账户却是亏损，心里那个难受啊！因此大家可以选择投资 ETF， 避免资金轮转过快而错失机会。这期视频我给小伙伴们介绍几个中长线看好的 ETF， 让你不再为资金轮动而不停徘徊。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。下面视频开始。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ETF。 全名是 Exchange Traded Fund， 看上去就像共同基金 Mutual Funds。 这个基金的投资组合里面包含了一系列的投资产品，例如股票、债券等等，但是交易起来就和股票一样，可以在开盘的时间里面在二级市场直接交易买卖。ETF 也会因为投资的对象目标不同，分成不同的品种，例如追踪大盘指数的 ETF， 追踪板块指数的 ETF， 追踪商品指数的 ETF 等等。而其中带有杠杆类型的 ETF， 例如2倍做多黄金的 NUGT， 或者是反向2倍做空黄金的 DUST。这一类型带有杠杆的 ETF 风险很大，而且不适合长期持有，因为自带杠杆比例的 ETF 会随着时间增加而不停损耗，所以萝莉是不建议新手购买这一类型的 ETF。 就拿上面提到的2倍做多黄金的 ETF 作为例子，用最直观的假设黄金的价格和 ETF 的价格最开始都是100，如果黄金的价格跌了 40%， 2倍做多的黄金 ETF 的价格将会跌 80%， 那么黄金的价格会跌到60块，而2倍做多黄金 ETF 的价格会跌到20块。之后黄金反弹涨了 50%， 回到了90块的位置，而相对的2倍做多黄金的 ETF 价格虽然涨了 100%，但是也只有40块，还远远没有达到原来的一半。特别是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，带有杠杆 ETF 出现巨大亏损的几率特别大，所以这一类的 ETF 不适合长期投资，等有经验了以后再行操作。而一般我们最常听到的就要数追踪大盘指数的 ETF 了，例如追踪 S&P 500指数的 SPY 和 VOO， 追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QQQ 和追踪道琼斯工业指数的 SPDR。 这些指数 ETF 在指数涨的时候它们也跟着涨，指数跌的时候也跟着跌。当然在大盘指数跌的时候，你还可以买入反向的指数 ETF， 例如做空 S&P 500的 SH，做空纳斯达克的 SQQQ 和做空道琼斯平均指数的 SDOW。 其实大盘指数 ETF 也是各位投资大佬推荐普通投资者长期持有的，就如 S&P 500指数每年平均的年增长率是 9% 左右，这已经胜过了大部分的基金经理。就连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韦哈撒韦最近几年的回报率也比不上投资 S&P 500指数的回报率。这主要是因为从长远来看，美国股市的走势都是牛气冲天，整体趋势都是上涨的，而且全世界的大盘指数基本上都是呈上升趋势的，这其中不包括的就是中国的 A 股和日本的日经指数了。日经指数是因为90年代的泡沫经济爆破之后一蹶不振，现在还处于恢复之中。 A 股就不说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各个行业板块的 ETF。 就如本篇开头所说的，现在资金轮动的速度太快，我们往往很难捕捉到市场上的资金会进入哪个板块或者哪个个股。
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关注行业板块的 ETF， 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捕捉到资金的流动方向，从而减少选择的时间。当我们发现追踪行业板块的 ETF 出现此跌彼涨的时候，就可以立刻追进，更快地做出反应，直接购入当红板块的 ETF， 从而紧跟主力资金，顺势而为，跟着机构吃肉。现在视频中的表格展现的就是各大板块对应的板块 ETF 股票代号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下暂停键截图哦。罗莉个人也有几个十分喜欢的 ETF 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是被誉为女版巴菲特的 Kathleen Wood 控股的 ARK 方舟投机系列 ETF。 如果你像罗莉一样嘴馋特斯拉这样的世纪大妖股，但是却不敢进场，怕它忽高忽低，那么 ARK 系列的 ETF ARKK 和 ARKW 就十分适合你投资。这两个 ETF 的投资组合里面都持有很大比例的特斯拉仓位，而且 ARK 系列的持仓个股都是属于科技革新领域的，包括远程支付、流媒体、云计算之类的。对于想投资科技股的未来，但是对科技股有选股困难的，那么 ARK 系列将会是你不错的投资选择。而且 ARK 系列的 ETF 平均年回报率都不错哦，最低的 ARKQ 也有 17%， 而最高的 ARKW 高达 32%。 更可怕的是，自3月23号市场达到最低点以后， ARK 系列的 ETF 只用了7个星期，于5月18号就回到了2月19号市场崩盘前的高点，比追踪纳斯达克指数 ETF 的 QQQ 早了快2个星期。罗莉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ARKW 和 ARKF。ARKW 主要投资目标是在新生代网络科技领域，包括了云计算、电商、AI 智能等等，主要持股包括了特斯拉、Square、Facebook、Sea 等这些新生科技热门个股。而 ARKF 主要投资目标在区块链、新兴支付等金融创新领域的个股，而且 ARKF 是 ARK 系列里面最新成立的 ETF， 于2019年的2月4日成立，所以相对于其他几个系列，每股的价格比较低。再者，无论从国内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所带领的手机支付模式，还是疫情过后使人们更接受远程支付这个交易模式，都将使金融创新领域的加速发展。而 ARKF 的主要持股包括了 Square、Sea、Tencent、Apple 等等，增长潜力十分巨大。另外一支十分有投资价值的 ETF 是 FNGS， 这个 ETF 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流行的几家科技龙头企业，持仓包括了 Facebook、苹果、Amazon、Netflix、Google、阿里巴巴、百度、英伟达、Tesla 和 Twitter， 基本上所有科技巨头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。这10个个股的涨跌已经可以代表纳斯达克指数的涨跌了，而且都是充满了希望的科技巨头，未来前景十分美好，年回报率差不多有 40%， 简直一天了。而且这个系列的 ETF 还有其他5个品种，分别是反向做空这10个个股的，和附带2倍和3倍杠杆的，但是杠杆的风险很高，而且没有做空这10家公司的理由啊。所以罗莉除了 FNGS， 其他5个品种都不推荐哦。最后友情提示大家一句，这些 ETF 都是很好的长期投资项目，大家建仓的时候可以尝试初步建仓 10%， 等市场出现回调再逐步加仓，这样可以降低风险，分摊成本，不会买在最高点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小伙伴们有任何疑问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。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，
记得点赞分享哦。视频中所提到的个股都是萝莉自己的操作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哦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谢谢大家观看，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。滴。